女施主，这是你请的5星平安符，可呵护元神，平安吉祥，化解8字中的不利煞气。愿施主谨慎保管，平安快乐。谢谢师父。我不冷。放心，我会尽心尽力的。 护你周全，你既护我周全，不必投桃报李。崔姐，这是我侄子，你犯什么事情了？师伯，这个家伙昨天在穆小姐为母守灵的时候，闯入法源寺，欲行非礼轻薄之事。 他说他是穆夫人的人，是穆夫人指使他这么做的。我事关夫人名誉，我特意把人带来，交给穆公，方便盘问。你有毛病啊你！我什么时候让你去过法源寺啊？你怎么能干这种丧尽天良、心中不如的事啊？你有没有良心啊你？狗东西！养条狗还不要主人呢！ 光耀贤侄，这狗东西交给你处置，要打要罚随便，跟穆家没关系。姑父，姑父，你觉得我怎么可能呢？我根本不可能这么做的。我跟穆小姐就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一个道理。但是，我听妹妹她说，她说什么？她说，姑姑有意。 要把穆小姐许配给我，然后让我去法源寺相见。如果相中了，就可以把生米煮成熟饭。真的，救命！姑姑救命！真的是我听表妹她说的。不是。她说的是真的吗？老爷，你觉得我可能说出这种话吗？去把婉婷叫来。快去！ 婉婷，这狗东西昨天潜入法源寺，企图强暴婉清。他说是你让他去的，是吗？我没有，表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这样说，明明是你跟我说的呀！你说姑姑有意把穆小姐许配给我，让我去法源寺见她，如果相中了，我就可以直接上了呀！你在说什么呀，爸？ 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做这种事？你就是这么说的呀！你专门去金楼找我的呀！崔少爷，把人放了。穆府的大小姐，我亲表妹。走啊！这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她怎么来这儿？那些仆人全部都是证人。若不是你告诉我的，我怎么知道萧夫人出殡？我怎么知道穆小姐守夜？ 我昨天确实在金楼赌场碰到了你，正好碰到你被伙计追债，所以我才帮你还了钱。表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啊？你跟我说，日本来的穆小姐抢了你的风头，让我收拾她，让我给你报仇，是不是你跟我说的？我没有，你说谎。老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就是太惯着你了，给你惯坏了，说话做事蛮横无理，口无遮拦。但他也是那种。 刀子嘴豆腐心的叨叨啊，他不可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！你说婉婷小姐指使你，还有证据？证据？还真有证据！
就是那个支票，那个支票就是证据。支票？对。安天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你昨天管我要支票来着，说你什么一个家里有困难的同学，你要帮他还债。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你说实话呀你！爸，我昨天确实是碰到他了，可是我是看在你和我们家沾亲带故的份上，怕你多了手指丢我们穆家人的脸，所以我才帮了你，没有告诉妈妈。你这孩子！我听你好好说话，这是要出人命的，出人命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好说，你说的是报酬，那是报酬。我没有说谎，不信的话可以叫金楼赌场的伙计来对质，我就是帮你还钱的。满强，这件事情是爸爸不好，考虑的不够周全，应该派人和你一起去。当然，婉婷也有问题，要不是她乱咬舌根子，也不会让这种无耻之徒钻了空子。念婉婷无心之失，她也承认了错误，就原谅她，好吗？姐姐，我真的不是有心要害你的，我也是被那些人利用的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好不好？一切都听爸爸的。闭门思过1个月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嗯。妈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能不能做事，不要只顾眼前，不考虑后果呀？你知道这次多危险啊！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做事情不要感情用事，什么事要跟我商量一下。只不过这回便宜了那个小贱人。你着什么急啊？来日方长，会有机会的。我没想到，穆世伯会这么轻易就接受那番解释。因为在爸爸心里，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件事情是婉婷做的，再纠缠下去，也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了。穆世伯也真是，怎么就不会替你想一想？你也不用替我打抱不平。和当年哥哥死后，我爸爸马上就把崔姨和婉婷接回家相比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明白了，这样的虎狼之家，我不放心让你一个人带着，我来想办法。进来。哎，光耀兄，我说了，你给我点时间，你别催我了。你要时间，我当然会给你。只要谭司令不怕家底耗光，我可以陪你从长计议。光耀兄，多谢了，请坐。我来找你，也不是因为方案的事，其实是有些其他的事，想请谭司令行个方便。啊？你有求于我？好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一定做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想请婉清担任我的外文秘书，婉清也答应了。谭司令这边没问题吧？如果是工作需要的话，
我可以在商务印书馆给你找一个通晓5国语言的秘书，这不是更合适吗？晚清精通日文、英文，而且以穆家的关系，谭司令以后想和工部局打好交道的话，晚清也能帮上忙。也对。行，明天让穆小姐来上班吧。如果她一个人不行的话，我再给她找个帮手。我和晚清自小便认识，我很了解她，她分内的事一定会做好。我这就去告诉晚清，先替晚清谢过谭司令了。啊，不客气啊。真是早了不起啊！够了。早啊，早啊！夫人早，哎师伯早。啊，早，来，坐下吃饭吧。睡得好吗？嗯。多吃点，等一下要上班了。好。啊，老爷，喝粥呀。啊，好。光耀，刚才谭司令来电话，想让婉婷去做你的外文秘书，手续都已经办好了。师伯，我跟谭司令说的明明是让晚清去的呀。谭司令说，晚清为母亲守孝在身，加上绑架的事，觉得对不住晚清，所以他觉得还是让婉婷去做你的外文秘书，免得大家尴尬。这个谭司令，还真是出尔反尔。光耀啊，其实晚清、婉婷这两姊妹啊，做你的秘书，用谁都可以的，用得顺手就好呀。夫人，哎，司令部的外文秘书对英文、日文，包括国文，要求都非常高。婉婷现在恐怕难以胜任。光耀哥哥，我在上学的时候学习是不怎么好，可是我现在已经很努力地赶上了，而且你都不让我试试，怎么知道我不行啊？婉婷小姐，这是工作，不得儿戏。光耀啊，侬可不知道，婉婷用起功来哟，哎呦，聪明的不得了啊！你呀，就给婉婷一个机会吧。光耀哥，既然婉婷想试，就让她去试试吧。反正我今天也累了，刚好休息一下。就是啊，婉清，你看你这2天脸色多不好了。自从日本回来以后，为你母亲的事情忙来忙去的，也太累了。正好我炖了上好的血液，等炖好了，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，补一补。谢谢崔姨。不要客气。光耀哥哥，你多吃一点，一会儿我们还要去上班呢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用。爸爸妈妈，我也走了。哎，光耀哥哥，等我。光耀哥哥，光耀哥哥。我帮你开车门吧。哎，光耀哥哥，你坐后面来嘛。开车。
只要你肯帮我，我就给你1万大洋。2万。谭色，今天这茶有点淡。哦，那我回头去看一下，换一个。3万，3万总行了吧？莫小姐，请吧。5万，我给你5万。谭色，倒茶。司令，你这是要出去啊？哎呦，5万小姐来了。喂，今天不是第1天上班吗？怎么人没来啊？少装算了，我有话问你，老地方见。好。哎呀，临门一脚的时候还被人截了胡，你妹妹这么做真的太过分了。别演戏了，你知不知道当这个秘书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？我当然知道，在司令部当秘书，你在穆家的地位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知道你还这样，是不是穆婉婷给你钱了？不错，还真被你猜中了。但是你妹妹出手真的大方，我无法拒绝。谭司令，当初是你费尽心思要与我合作，还和我约法3章。这第1条就是互相信任，一致对外。没想到现在为了这点小钱就忘恩负义。这哪是小钱呢？5万大洋啊，不拿白不拿呀。为母亲守灵的那一次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可靠的盟友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忘恩负义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。你今天的任务，先把那2份文件翻译一下。乖啊，哥哥。你看这份日文的，我看了半天，就只看懂了1句。还有这个英文的，我怎么也没看懂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来口述，我记录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这边还有很多文件。今天实在没时间，不会你就查字典吧。哦。哎呀，婉婷小姐，欢迎欢迎啊！你的到来让我们这司令部蓬荜生辉啊！我代表司令部全体老爷们儿，对你表示热烈欢迎。这欢迎呢归欢迎，不过我可说好了啊，我可是光耀哥哥的秘书，可不归你们使唤。好。既然谭司令这么欢迎婉婷小姐，那你们先聊，我有事要先走了。哎，怎么我一来你就走啊？哎，光耀哥哥，那我这份文件怎么办？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这个确实难翻译啊！我早说啊，让他从那个商务印书馆找一个翻译来，他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这样吧，你呀，好好查字典，
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啊。哼。徐督办，这是我们司令让我交给您的。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是顾月霜小姐的电影首映礼，她希望您和穆婉清小姐可以一起参加。你们司令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我们司令让我转达您，他答应您的事儿一定会办到，只是对于女人，不能硬碰硬，要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你们司令果然是身经百战。我早说啊，让他从那个商务印书馆找一个翻译来，他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喂，是商务印书馆吗？啊，是。哦，我要找一个翻译，要最快最好的那种，现在就要。光耀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是顾月霜主演的电影发布会，谭司令给了我2张票，我想请你一起去看。这个谭玄林到底在搞什么？怎么，你不想去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我也是顾月霜的影迷，很喜欢看她的电影。是魏先生吗？商务印书馆的。对对对，小姐，是你在找翻译吗？嗯，你英文、日文应该都可以吧？是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翻译好了，我可以给你双倍价钱，而且这活儿天天都有。啊，那小姐，我是在这里面上班吗？你一会儿翻译好了再送过来，2个小时之后你到楼下，我下来取。好。给。走，站住！干什么的呀？我是来取文件的。取什么文件？来看看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不要动，别动！你们干什么？私自将保密文件外传，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。这是你们徐督办让我翻译的，他是我找来帮忙的，我可是你们徐督办的秘书。我们现在需要关你禁闭，一切都等徐督办回来再说。我可是你们徐督办的未婚妻。到底是徐督办的秘书还是未婚妻啊？未婚妻兼秘书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。随军太太是吧？胡说什么呢？你们2个，现在就把光耀哥哥叫回来，找他当面问清楚。对不起，徐督办不在，我们联系不上他。你们2位还是先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走走，哎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。徐督办，婉清小姐。
顾小姐，新片上映，恭喜恭喜！谢谢徐督办。谭司令，谢谢你的电影票。哎，小事，不足挂齿。光耀哥，那我们就先进去吧。嗯。走吧。请。到。你好。好，谢谢。1号厅贵宾席，2位是情侣座，请。谢谢啊。请。谁给他们安排的情侣座？我啊，好人做到底嘛。今天是我新电影发布会，你笑一笑，笑一笑啊！顾小姐，看这里，小姐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顾小姐，看这里，小姐。顾小姐，苏少帅，裴少帅。哟，谭司令也在。苏公子总是不请自来啊。顾小姐的新片上映，我这个影迷可是一直都关注着。这专程和老裴一道过来捧场，顾小姐不会不欢迎吧？欢迎，当然欢迎。来，给苏少帅和裴少帅一个情侣座。走吧。走。请，请。情侣座。顾小姐好漂亮啊！是。你之前看过她的电影吗？没有。夏叔叔，你刚刚是不是吃醋了？故意捉弄苏公子？没有。演得还不错。是啊。挺好看的。你好好看电影行不行？哦，好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嗯。去一下洗手间。老裴，兄弟，我对不住了啊！这次我得重色轻友一回了。苏公子，这里有人了。现在不是没人吗？我说2句话就走。都说了各走各的道，你拦着我干嘛？今天你掉了，我给捡到了。我都说了不要了。就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你跟我吵完架就把它给扔了？心情不好扔着玩呗。你不会是给我下了什么皱纹吧？小人之心。我捡到了，就算是我的了。我要回去研究一下，等知道了是什么再跟你算账。不可理喻。我比他差得远，论家世，论才华，论相貌，他哪一点比我强啊？苏公子，我和你真的不熟，请你走吧。啊？这次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我没有。
这次绝对没有骗你，我来就是想送你一份礼物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。起开点儿。油盐不进，这顾月霜，绝对是我情场上的滑铁卢。看了人家那么多的电影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老裴，我真的受伤了，你快安慰我一下。滚！小姐，我今天接你这活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你说那保密文件，你敢找外人来翻，那你不要命，我还要命呢。那盖的章还没有指甲盖大呢，谁看得见啊？再说，我要早知道那是保密文件，我能找你吗？反正一会儿你长官来了，你得把事情说清楚，可别连累我上军事法庭。什么长官？那是我未婚夫。你等着瞧吧，等一会儿光耀哥哥来呀，肯定替我好好收拾收拾那2个没眼色的大头兵。可是天估计已经都黑了呀，你未婚夫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我要见光耀哥哥，有人吗？喊什么喊？说了徐督办不在，回去待着。哎，你还敢凶我？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！来拿好啊！谢谢，先生，给太太买1枝花吧，买1枝花1块钱。哦，好啊，我要这就好了。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怎么能叫太太呢？应该叫姐姐。好嘞，你稍等啊。小朋友，你还挺懂做生意的嘛？啊，来，这花啊，叔叔都要了，送给你。谢谢小叔叔。来，给你钱，不用找，徐督办的那份我也给。谢谢叔叔。去吧。谭司令，这是花团锦簇，我这是一枝独秀，倒也挺应景啊。嗨，要么说徐督办是文化人，我是个粗人，不会说什么漂亮话。但是我只知道，美女喜欢的东西，自然多多益善了。看来谭司令是不知道弱水3千只取1瓢饮的道理。光耀哥，谢谢你的话，我很喜欢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打扰二位了，我先告辞了。明天司令部见。走吧。嗯。真漂亮。
哎呀，婉婷小姐，真是抱歉，手下不懂事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就是的，你那2个士兵也太不懂事儿了，二话不说就把我关在里面。谭司令，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兵。管，必须得管。你听，听见了吗？这给你出气呢。行吧，不过怎么是你来了？关傲哥哥呢？哦，你说徐督办的，他好像是去陪婉清小姐一起去看电影首映了。这个时候，应该电影结束了。什么？看电影？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婉清小姐是顾月霜的影迷，所以关耀兄呢就跟我要了2张贵宾票。哦，好像还是情侣座的。哎，婉清小姐。魏先生，你也请回吧。今天的事情，别跟任何人说。可以了，晚上还要盖呢。是。哼，侬也是。军事机密不能外泄，侬哪能不懂的呀？妈，我在那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，连中午饭都没吃上。可人家那个小贱人拉着关傲哥哥去看什么电影首映，合着我干了一整天，倒为他人做嫁衣了。我图什么呀我？你还怪别人呢？是你自己做事情不过脑子呀。请。侬要干什么呀？啊，你是要找穆婉清打架吗？侬脑子不灵光，搞砸了事情。你想让徐公阳看笑话呀？妈，凭什么我干了一整天活还被关禁闭，他们倒能花前月下？我不干了！什么秘书，什么司令部，我再也不去了。侬不去也好，不去也好。上班第1天就搞出个军事机密外泄的错误，这时间要长的呀。侬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。这要是让徐督军知道了，侬哪能还有个好形象呀？那要是让那个小贱人去，岂不是便宜了他天天和关傲哥哥待在一起？司令部也是军事机关，他也是去当秘书的，要干活的呀。侬以为他是约会呀？算了算了，不去了。你说你做事情搞拎不清，5万大洋呀，就买来你去司令部上班1天，白白打了水漂呀。请吧，我的秘书小姐。遵命，长官大人。婉清小姐，欢迎欢迎啊！以后还请谭司令多指教。指教谈不上，这督办大人钦点的秘书，那自然是要关照的。我还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，这可是婉婷小姐都没有的待遇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